身为刑警队长的你，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个死囚身上，并且5天后就会被凌迟处死。此时，你正在被衙役严刑逼供画押。案犯李天顺杀人夺财，手段令人发指，画押5日后行刑。什么玩意儿？老子身上的警服变成了囚服。李天顺还不画押伏法？就在李天顺搞不清状况时，一股强大的记忆流瞬间涌入脑海。李天顺，一家酒馆打杂送餐的小伙计，5天前给开首饰店的刘掌柜送餐，哪知当天夜里就被捕快从被窝里抓进了衙门，说是刘掌柜被人身首异处，盗了家财，到现在连脑袋都找不到，原主有重大嫌疑。放开我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要看现场，我要看尸体。其中一名衙役气急败坏地对着李天顺踢了过去，李天顺下意识使出了格斗术，将衙役放倒。反了，快堵住门！事已至此，只能越狱了。李天顺向着牢房外就跑了出去，可下一瞬，他就发现自己被10几名衙役包围了。给我抓活的！老子就是死在这，也不能让你们给剐了。出了什么事？狄茬，大理寺4成嫡姐掌上明珠，喜欢学着人探案，利用老爹的背景做了一个捕头。回禀狄捕头，这厮要越狱。什么？我去，遇到女警皇，不是女捕头了。看来这个女捕头还是个不简单的人物，应该是个领导，是死是活就看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了。这位女中豪杰，神探大人，我是被冤枉的，还不快把这厮给我拿下！且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左犯何罪？为何喊冤？禀狄大人，这厮叫李天顺，就是前些日子那桩无头案的凶手。此贼凶恶至极，您别听他的。我问你了吗？都退下！这位女中豪杰，能给点水喝吗？这个死囚不是急于向自己述说冤屈，而是先要水喝。此人极可能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恶人。我是被冤枉的，刘掌柜不是我杀的，杀人者另有其人。据我所知，你已经当堂招供，何来冤枉一说？官府不是说我图财害命吗？那我图的财在哪里？刘掌柜的头又在何处？没有这些就定我的罪，这是拿人命案子当儿戏啊！那你为何当堂招供？你那对大眼睛算是白长了，没看见自己身上遍体鳞伤吗？屈打成招！我要看案卷，我要看现场，我要看尸体。你看这些有什么用？据我所知，你只不过是个酒楼的小伙计，根本没有任何办案经验。如果让我看这些，2日内必会自证清白，否则甘愿再受3600刀，下辈子都不得好死。女捕头和院里的众衙役又吃了一惊，见过对自己狠的，没见过对自己这么狠的，把好几辈子都压了进去。而且我认为，大人您就是……好了，本官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请求我爹让府尹大人重审此案。狄捕头还请留步。还有什么事？还请狄捕头和几位官差说一下，给我弄些吃的，能不能让我不进牢房？那里的犯人我看着害怕。把他暂且押到班房，在本官回来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虐待他，给他些吃食。大人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有什么不合规矩的？人不还在你手上吗？是。狄茬儿走后，李天顺就被带到了阁院的班房里。为了避免他再跑，黄牢头还安排了几个衙役守在门口。怎么把犯人带到这来了？衙役冲着文丽使了个眼色，他狐疑地走了过去。2人在门口就是一阵嘀嘀咕咕。在原主的记忆里，如今的朝代叫大齐朝，可自己对这个朝代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问衙役的。李天顺走到书架前，你要干什么？窗主引谣书案上也全升入砚池中，读书的意境你都不知道吗？衙役很懵，因为他根本就听不懂。而那名文吏惊愕地看向这个囚犯。熟悉的夏商周、秦汉三国，但又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如今到了大齐朝，在上辈子的历史里压根就不存在。看来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平行世界吧。这位犯，不，这位小哥，我叫张志伟，我对你刚才做的事非常感兴趣，不知可否能将此事吟完？少年辛苦终是成，莫向光阴斗寸功。就在李天顺和文丽交谈甚欢时，京兆府尹衙门的内堂里气氛有些压抑。没想到那个叫李天顺的人犯居然还有这能耐，喊冤喊到了大理寺4成千金的头上，还派来一位6品带刀护卫赵武平陪同。王大人，既然您看了我父亲的信，就请将人犯叫来重审。赵叔叔这里还等着给父亲回信呢。不错，还请大人尽快重审人犯，下官还要回去复命。此案已经定性，就算没有找到赃物和人头，但人犯已经招供，发回重审似有些不妥吧？这有什么？有疑点就该重审吗？狄捕头说的也有理，不过这件事以本官看来还要从长计议，不能说现在就重审。面对这个既是自己下属，又是狄大人千金的狄茬，王府尹开始跟他玩起了太极。其实王大人不必多虑，我家大人的意思是，此案王大人可以暗中再审。身为官场老油条的王府尹立刻明白了赵武平的意思，那就是暗中重新审理此案。如果发现真的有疑点，自己也可以见机行事，不至于丢了官威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你们去把人犯带来。金银府大牢的班房里，张志伟还在一旁打量着李天顺，感到他看书的样子既专注又认真，越看越不像个杀人犯。这位兄台，如果你有什么冤情，可尽管对我说，就冲着兄台的文采，我也不会让明珠蒙尘。李天顺抬眼看了看张志伟，眼神里带着几分疑惑。这时他只想等警花妹妹，毕竟自己不认识这个人，也不想节外生枝。实不相瞒，我老师乃当今翰林院大学士聂贤聂大人，兄台可尽管相信我。翰林院的人怎么会在这？这些日子是受吏部所托，来府尹大牢助他们捋顺文档的。李天顺，府尹大人要见你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李天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日前当堂认罪时为何不喊冤？你可知拒不认罪的下场吗？还日前认罪，老子去你大爷！府尹大人，我就是被冤枉的。来人，取案卷。
王府尹明显不想和李天顺废话，直接让他自己看案卷。李天顺接过案卷，看起了上面的内容，神情专注又认真。看出什么了吗？没看出什么。你小子的表现也太差劲了吧！刚才的自信都哪去了？如果这小子真是利用自己来了场闹剧，爹爹不得拿这事说自己一辈子。大胆贼子，竟然敢戏弄本官！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等等，这案卷写得太模糊，我要看尸体。对，再看看尸体。王大人请稍安勿躁，下官也认为等他看了尸首再说为好。好，本官和你一起去。不过我告诉你李天顺，如果再看不出个所以然，本官就先打你个骨断筋折，然后再活剐了你。说完，几人就来到了衙门的仵作房里。李天顺二话不说，走过去猛地掀开了白布，仔细观察着。你会验尸？我来京城前曾遇到过一个云游老道，是他教我的。怪不得你要看尸体，这些红色的斑块是什么？这是尸斑，血管里的血液停止流动后，在重力的作用下沉积形成的。一派胡言！现在的李天顺在他眼里就是个疯子，不过他要看着这个疯子把戏演完，再亲手剐了他。把验尸格木给我。没有厮打的痕迹，背部朝天，衣衫不整，身上的财物被抢掠一空，谋财害命是肯定的，但尸体为何衣冠不整呢？李捕头，如果方便，请转过身去，我要扒他的裤子。啊！够了，来人呐，把这个胡搅蛮缠、亵渎尸体的变态给我拿下！等一下，这个案子虽然还没有破，但有一点我现在可以确定，这具尸体并不是刘掌柜本人。顿时，这句话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不会吧，堂堂府尹连被害者都能搞错？你他妈拿我当傻子呀，竟敢戏弄本官！来人，给我插出去！且慢，你这么说可有依据？刘掌柜是个左撇子，平日里都是用左手论锤打造首饰，所以他的左臂要比右臂粗壮，手上也有厚厚的老茧。这具尸体的腐败程度并不高，连指纹都可依稀辨别，左臂与右臂的浮肿程度一致，关键是他的左掌上没有老茧，所以这具尸体不是赵掌柜。是吗？我看看，还真是，这人的左右手都没有老茧。李天顺，你果然不是凶手。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警花，这时就不能轻易排除我不是凶手的嫌疑。李捕头明鉴，大人，我的罪名是什么？谋杀首饰店刘掌柜。可现在躺在这里的不是刘掌柜，你还认定我是真凶吗？如果我稀里糊涂死了，倘若以后真凶出现，京兆府的脸面往哪放？王府尹的汗也淌下来。如果李天顺不是凶手，那性质就变了，轻则自己的乌纱不保，重则还得被定个渎职之罪。何况狄大人的千金和心腹就在旁边，如今想来个将错就错都没机会。这个李天顺怎么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？当初在堂上就知道特么喊冤，其他的话怎么一句也没说出来？那人头呢？大人，找人头就是您的事了。既然我没事了，那我可以走了吧？不行，即使这具尸体不是刘掌柜，你也有重大嫌疑，没准这具无头尸也是你杀的。有你这么断案的吗？府尹大人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连被害人都弄错了，怎么能再怀疑他呢？嗨，狄捕头有所不知，按我大齐律，像这般情景，李天顺还是疑犯，就算现在没有杀人的罪证，也要关在牢里。什么时候等抓到真凶才能放他出来？是吗，赵叔？不错，按大齐律，李天顺还要继续待在牢里。如果想出来，也需要有公民的人担保，再至少交100两银子的保释金。我去，100两银子，这个时代的100两银子，足够一个普通家庭过上10年衣食无忧的好日子。赵叔，银子不是问题。还有，爹爹不就是有功名的人吗？详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狄大人是这件案子的翻案人，如果做了担保，反而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王大人，如果我能帮你破了这个案子呢？如你能破得了案，那本官不但会还你清白，而且还会额外奖励你。成交。来人，备车，本官要去刘掌柜的首饰店，给他换一身干净的衣服，一起乘车过去。换好衣服后，几人就一起乘车去了刘掌柜的首饰店。男人只是吃了一份外卖，当晚就一分为二，连头发都找不到。然而这离奇的案件却让外卖小哥背了黑锅，而此时的外卖小哥却一点也不慌，只因他前世是一名刑警队长，而此时正在为自己翻案的路上。大人，这宅子昨日有些不干净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。昨夜是我的班，后半夜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，起初我以为是遭了贼，心说这贼的胆子也太大了，连凶宅都敢偷。可当我从门缝向里看时，谁知道？你倒是接着说呀。谁知道我看见了一个长着青面獠牙、全身湿漉漉的东西，吓得我当时就瘫在了地上。妈呀！那后来呢？后来院子里就没了动静，我也不敢再看，就在门口一直挨到天亮。为什么不上报？大人，小的是一个人值守，本想中午交班后就去衙门，没想到您亲自来了。难道这世上真有鬼怪作祟？大人，我们还是先看现场吧。好。李天顺并没急着进屋，而是沿着院子里的鹅卵石小路走了一遍，仔细看了遍地上的血迹后，才进了正房的门。里面的陈设没什么变化，不过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屋里静得出奇，除了风声外，几人的脚步声清晰可闻。怎么这么乱？府里的捕快们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查看现场那天我也在。那个装钱的箱子呢？已经被捕快拿走了，里面除了剩下几个铜板，什么都没了。案卷里也不写这些细节，屋里的痕迹也被毁得一塌糊涂，这简直就是在蓄意破坏现场。可发现了什么？这里不是作案的地方，而是被害人被砍头的地方。何以见得？从血迹的路径与受害者后背的拖痕分析，凶手应该是在屋外行凶后，再拖到竹床上的。哇，这你都能看出来？案卷里写着呢。案卷里写着的东西，他也要核实不是？当时受害者的身体在竹床上是什么姿势？
一只脚在西边的床上，一只脚悬在床沿，头不是身子在东边，肚子朝上，两条手臂摊开。平日里刘掌柜是不是头东脚西睡觉？应该是的，当时枕头也在东侧。王府尹觉得李天顺问的这些问题就是废话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李天顺，你到底能不能发现线索？”王大人，你别急，有些事我还要想想。李天顺说到这时，突然毫无征兆地跳到床上，模仿受害者的姿势，把众人吓了一大跳。你干什么？设身处地遥想现场都不懂，别打岔，我正在试图与受害者的魂魄进行沟通。此时恰好又一阵小北风从门缝吹了进来，让人不禁联想，真有什么东西飘了进来。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赵大人，您是玩刀的高手，看看这些刀痕是不是菜刀所致？不对啊，菜刀砍成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看这刀痕更像是某种利刃，像是短刀之类的。这位官差，麻烦你出去借把菜刀来。借菜刀干什么？让你去就去，瞎问什么？哎，老李一路小跑着出了房间，不一会儿就从邻居家借来一把菜刀。李天顺接过刀，在竹床上用力砍了几下，果然发现刀痕与原来的刀痕不一样。菜刀的刀痕平而浅，原来的刀痕深而短。这帮捕快是干什么吃的？连凶器都能搞错。不过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只能说明大人英明，发现了那些捕快们都是笨蛋。当然，敌捕头除外。你大人息怒，不过还是可以推断出线索的。据我所知，大齐律是禁止民间私藏兵器的，所以可以看出凶手是早有预谋。屋内门窗完好，刚才我看到院墙上也没有翻阅的痕迹，基本确定是熟人作案。何以见得？这条小道虽是凶手作案的地方，但从通往屋内的血迹只有拖痕，并无大量崩溅来看，说明受害者是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被某种钝器一击毙命的，这就更加证明死者与凶手是认识的。你果然有些破案天赋。而李天顺却苦笑一声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发现的这些线索对破案其实没多大帮助。他娘的，这个刘掌柜连个老婆都不娶，现场的证据又被毁得一塌糊涂，让我怎么往下查？李天顺非常怀念监控镜头比鸟多多的时代，眼睛不由向上盲目的看去，突然他的瞳孔一缩。怎么了？快去找把梯子，把这盏灯笼弄下来。梯子？这时候上哪去找梯子去？临街的店铺应该有，我去看看。不必。我去，这货居然连膝盖都没弯一下，就平地飞起这么老高。这里面好像有东西。打开它。赵武平已是手起刀落，灯笼被划开后，现出了里面一团包裹的圆形物体。有你这么查看证据的吗？真是个武夫。赵大人，您辛苦，下面的活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当李天顺小心翼翼打开包裹后，众人不由得惊呼起来，受害者的头发竟然藏在这里。哈哈哈，我的妈呀！李天顺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这时候你瞎笑什么？大人勿怪，找到线索有点激动了。大人您看，受害者后脑有被钝器砸伤的痕迹，与我刚才推断的一模一样，脖子上也有反复切割的痕迹，这个头才是仵作坊里那个人的脑袋。李天顺，快说说你怎么知道这灯笼里有头发的？是风。李天顺自然不会放过在美女面前装叉的机会，一脸淡定地说道：我发现风吹来的时候，唯独有这个灯笼一动不动，所以断定里面一定藏着什么。哇，你好厉害！你果然有破案天赋。你说的不错，这个人确实不是刘掌柜，我之前看过他的画像。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？那人就不是刘掌柜。那刘掌柜人呢？现在找不找刘掌柜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先把这房间里的鬼怪捉住吧。难道真有鬼魅作祟？不管他是什么妖魔鬼怪，只要犯了王法，就必须将其绳之于法。好，那捉鬼的事就交给李义士了。需要多少人手？尽管说。不用多少人，人多了那东西反而就不敢来了。只要有像刘大人这样武艺高强的高手就行。哈哈，你小子可真够坏的！好，本将军捉过狼虫虎豹，杀过入侵的敌军，就是还没捉过什么妖魔鬼怪，我就助你一臂之力。李天顺，我能参加吗？详姐，此事您不宜参与。无妨，就算有鬼怪，看到敌捕头身上的英姿飒爽之气，也会吓得束手就擒的。嘿嘿，还是你会说话。小姐似乎对这个李天顺越来越有好感，不行，得看着他们点，可别被这厮给占了什么便宜。既如此，那就有劳敌捕头和赵大人了。不知你们要何时行动？今晚就可以开始，不过还请王大人即刻回去，对外散布一则消息，就说真凶已经认罪伏法，此案已经结案，并把看护这间宅子的官吏撤回去。王福银点头答应，那个老吏顿时长舒了口气。就在消息散布出去时，位于皇城东门外的翰林院里，两位老者正在一处暖阁中对坐饮茶。聂大人，张志伟张大人说有要事求见，让他进来。何事如此慌张？老师，学生有一事想请您帮忙。张志伟稳了稳心神，就将李天顺的案子言说了一遍。志伟，这是京兆府的事，就算此人有什么冤情，咱们翰林院也不宜插手。为师劝你还是不要管这等闲事。可是老师，这个李天顺可是学生今生罕见的一个大才。大才？是的，此人在学生面前做了几首诗，堪称绝句。张志伟又把李天顺在班房里背的诗又复述了一遍。果然是大才。李天顺是从何人？怎么老夫从没听过有这号人物？学生也问过他，可他说只读过几年私塾，其余的都是自学成才。快拿着老夫的名帖去京兆府。张志伟不敢怠慢，马上就飞奔到了京兆府，见了王福尹也不客套，直接将翰林院两位大儒的意思转达给了他。王福尹一听就懵了，这个李天顺到底是什么人？先有大理寺狄大人，后有翰林院大学士，这些人可都是自己得罪不起的。
离着刘掌柜店铺不远，一户被临时征用的小院里，李天顺正在用竹条和麻绳制作着什么。你在做什么？此物看起来怎么像是一种暗器？这不是暗器，准确来说是种捕鼠工具，又叫老鼠夹子。老鼠夹子，我听说别人捉鬼怪都用黑狗血什么的，难道你要用老鼠不成？李天顺也不正面回答他，将老鼠夹重新织好，小心翼翼放在那盏装过头发的白色灯笼里。你这又是何意？我想这东西八成会冲着这灯笼里的头来，我准备给他加点小料儿。原来是这样，其实用不着，真要是有鬼怪来，赵叔叔也能一刀劈了他。能不正面交锋就不正面交锋，用老鼠夹子试探一下更好。你确定他今晚就能来？即使他今晚不来，少则1-2天，多则3、4天，他一定会现身的。如果真蹲守到了那个东西，还请赵大人践行敌动我不动的原则，在没看清对方意图前，绝不轻易现身。你对蹲守还挺有经验嘛，哈哈。入夜时分，刮起了凛冽的北风，把刘掌柜庭院里的树刮得一直摇摆不定。3个人正蹲在地上，透过窗户的缝隙观察着外面的动静。身为刑警队长的你，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个死囚身上，并且5天后就要被凌迟处死。然而，你却利用多年的刑警经验，给自己洗刷了冤屈，并且解开了一个个离奇的案件。嘘，小点声，小心惊到了鬼。其实我不怕鬼，就是有点饿是不是？你怎么猜到的？因为蹲守是很耗费体力和精力的。哼！就在这时，院子里就爬出一个身穿黑衣、全身湿透、长得青面獠牙的怪物，竟与老厉描述的情景一模一样。我靠，还真有鬼！赵大人不要妄动，他应该不是鬼，看看他要干什么。人有长成这样的吗？他的脚没有不沾地，还有喘气声，脸上应该是戴了面具。假鬼先是在院中巡视了一圈，随后便来到屋檐下，抬头看向高高挂在头顶上的那盏白色灯。还真让你猜对了，这人真就是奔着那人头去的。李天顺看的却不是这些，他发现这个假鬼在院子里四下探查时，却在西侧的鸡窝处多停留了一会儿。就见那假鬼起身一跃，向着那盏白色的灯笼就抓了过去。此人也会武功？狄查儿差点没笑出声来，他看到那个假鬼的手上已经多了一个竹夹子，正是李天顺做的老鼠夹锁。赵大人莫要让他跑了。话音刚落，赵武平起身就出了主。狗贼还有2下子。月光下，2人正打激烈，李天顺和狄查儿也跟了出来。假鬼虽然也会武功，却还是不是赵武平的对手。就在假鬼准备跃起逃跑时，就听他发出一声惨叫，赵武平大刀已经将其刺中。哎，本来想抓个活的，可还是没抓到。不过这也不怪赵武平，如果他不来这一刀，恐怕这假鬼早已逃之夭夭了。果然是他。他是谁？他就是刘掌柜。他就是刘掌柜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刚才他明明戴着面具的。从确定熟人作案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怀疑真正的凶手可能就是刘掌柜。案发之前，他让我送餐就是为了吓唬我。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可他又为何要装神弄鬼？为何身上都是水？为何又把人头藏在了灯笼里？你们真是10万个为什么，只能有一个推断，那就是他嘎了人，不好带走头颅，所以才将头藏在了灯笼里。至于他身上的水芒，他应该是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涉水过来的。可是这个刘掌柜为什么要杀那个人？目的是夺财吗？那人的真实身份又是谁？说着，李天顺已经翻动起刘掌柜的衣服来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哎呀，你还管那么多干嘛？如今证明你不是凶手就行了。李天顺也点点头，认为起码不能现在深究，否则只会越救越乱，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扯进去。半个时辰后，府尹衙门后宅，王府尹和3姨太聊得正欢。哎呦，不行了，老爷，您怎么又不行了吗？本官现在是事务繁忙，累的，案子也不知破得怎么样了。那个李天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件事真是太闹心。老爷，什么事？深更半夜的。李捕头赵大人和那个李天顺回来了，说有事现在就想见您。老爷，这半夜3更的能有什么事？明天处理不好吗？你懂个屁！他们在哪？在内堂，还带了一具尸体。这怎么回事？府尹大人，我们已经把案子破了。随后，狄查儿就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言说了一遍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刘掌柜果然歹毒狡猾得很。府尹大人，那么李天顺是不是就可以无罪释放了？这个。见警花妹妹就要发飙，李天顺忙拱手说道：“府尹大人，您不要有什么顾虑，案子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小人已经替您想好了说辞。你说说看。那就是刘掌柜贪图这个无头尸体的财物，杀人并嫁祸于我。狄捕头发现这个案子有蹊跷，向您禀告后，你也觉得此案子另有隐情。您和狄捕头设下了假装结案之计，又使刘掌柜现身被赵大人捕杀，至此小人才得以在您的明断下平反昭雪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”此言一出，狄查儿就是一愣，这个李天顺怎么搞的？怎么把功劳都记在了王府尹身上？李老弟果然不愧是翰林院2位大儒和狄大人欣赏的人，这个说法甚好，甚好。说到翰林院2位大儒，这下该轮到李天顺蒙圈了。他还不知道文吏张志伟在这期间还做了这么多事情。对官场不太明白的狄查儿也反应了过来，原来他是在给王府尹台阶下，这既让王府尹对上面有了将功补过的说辞，又可以让他全身而退。没看出来，这个李天顺的心眼还真多，估计已经仅次于爹爹了。李老弟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本官天一亮就重写案宗，还你清白，还请老弟要积极配合哟。那是自然，不过草民记着，大人好像说过，如能破案，还要给我些奖励什么的。
必须的，本官要拿出100银子，作为你在牢中受苦的补偿。不知李老弟意下如何？100两银子，这个时代100两银子就约等于上辈子的20万，对普通百姓来讲，绝对是一笔巨款。多谢大人，虽然在下如今是地无一垄，房无一间，但别说了，听闻李老弟如今借宿在娘舅家中，这多不方便呀。这样，本官就将刘掌柜那座宅院再补偿给你，也好让街坊四邻都知道老弟已被平反昭雪。就是那房子如今已成了凶宅，不知李老弟嫌弃不嫌弃？我去，这宅子可是处于京城的黄金地段，有点类似于上一世时的北二环。多谢大人。李老弟的办案手段，本官深感钦佩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本官想请老弟在京兆府衙门做一名捕快。这也是王福尹打的如意算盘。李天顺与翰林院和大理寺是什么关系不知道，但只要能收到自己麾下，说不定还能给自己升官。我去，昨天自己还是个将被凌迟处死的阶下囚，今日摇身一变就变成吃皇粮的了，而且干的还是最喜欢的老本行。太好了，福尹大人，就让李天顺在我手下吧。还有美女搭档，别说在你手下，就是在身下我也愿意。多谢王大人栽培，多谢嫡捕头抬爱，属下一定尽心竭力为朝廷效力。哈哈，好，既如此，就这么定下了。不必多礼，跟着本捕头好好干就是。是。李老弟明天即可上任，有什么事可随时找本官，千万不要见外哟。有事我罩着他就是。对了，明天把这套衣服换上，这穿的哪像个捕快的样。第二天，李天顺换好衣服后，还特意做了个发型，接着就去整理一下王府尹送的宅子。见过李捕快，府尹大人已经派人告知小的了，这是刘掌柜家的钥匙，您看需不需要我派人给您打扫一下？多谢这位老哥，你去忙吧，我自己收拾就行。那怎么行？府尹大人特意要我来帮您的。我说不用就不用。好的，认识李捕快真是3生有幸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呀。来到院中，俯下身看了看刘掌柜钻进来的洞口，就见外面紧邻那条河，僻静不见人烟。之后又走到鸡窝前，这里是昨晚刘掌柜多看了2眼的地方，当时就引起了李天顺的好奇。一个鸡窝有什么好看的？难道里面藏了什么东西？李天顺探身将上面的浮土扒开，发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匣子。会是什么呢？难道是刘掌柜来不及转移的金银珠宝？可在李天顺打开木匣的瞬间，却很失望，就见木匣里只装了本书，还有一把匕首，根本就没金银珠宝。可就在李天顺随手一抛，这匕首竟如插入烂泥中般穿进桌子。天降云铁，冷月宝刀，好刀。天明神教，教主杨天辰，圣女杨灵儿，怎么全是人名？就在有些不耐烦时，眼前突然金光一闪，书页间豁然出现了一个半个手掌大小的金色叶子。惊喜之余，李天顺不由开始琢磨起刘掌柜的身份来。宝刀、名册、金叶，再结合那句无名尸首，这一切都透着古怪离奇，隐隐又让人感到心神不安。想着与狄茬儿见面的时辰也快到了，把这些东西都收好后，便向着府尹衙门走了去。李天顺走在街道上，发现如今的大齐朝有些类似于上一世的唐朝，聚集了很多外国商人和使者。看着街边有卖香瓜的小贩，就准备去给狄茬儿买点。这位官爷，小人已经交过税了，一共是10文钱。我不是收税的，瓜怎么卖？啥卖不卖的，您拿几个吃去。您别看小人这瓜长得不好看，但个个保沙保甜。说的不错，歪瓜裂枣更好吃，怎么卖的？您拿着就是了。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怎么卖的？回官差大人，小人这瓜便宜，个头又都差不多，一个铜板卖7个。这一车我都包了，帮我推到京兆府衙门去。啊，这位官差大人，小人做的是小本买卖，您要是想吃随便拿，但可也得给小人留点呀。这车瓜最多也就卖20几个铜板，刚才交税就交了10个，您要是都拿走了，小人可拿什么买米买盐？齐朝的税率这么重吗？竟达到了整体营业额的1半，就算苛捐杂税重的秦朝，也只是收取了30%，为什么会收这么高的税？官爷您就不要为难小的了，这不是皇后娘娘要建七宝佛塔吗？整个京城商贩的税都涨了。皇后娘娘，我真买，拿着，随我把瓜送到京兆府。官爷用不了这么多，拿着吧，吃好了，以后我还会照顾你生意的。这位官差真不错。是呀，王老汉今天算是遇到好人了。于是2人就推着瓜一起到了京兆府衙门，可刚到门口却被几个衙役拦了下来。即将被凌迟处死的囚犯，不仅自己给自己破了案，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捕快。然而第1天上班却被门卫拦了下来。这位兄弟你是谁？这是要干什么？哎呦，李捕快来了，属下见过大人。拜见府尹大人。大人，您这是要出去吗？怎么没见轿子？啊，本府不出去，只是刚好路过。怎么回事？卖瓜的怎么到了这里？是这样的，大人，是我答应狄捕头要送他1车瓜，你们还不快把这些瓜帮李捕快拿进去？对了，直接搬到狄捕头的堂院里。哎，既然赶上了，走，就随本官一起进去吧。就在李天顺和王府尹进去不久后，京兆府大牢内的差役班房里，黄牢头在听说李天顺已经自证了清白后，脸上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。怎么办？自己这下可是摊上大事了。如果那个李天顺府和尹大人真的那么好，这小子要想弄自己，还不像猫捉耗子那么简单。快，把你们身上的银子都借我，我要去给李捕快赔罪去。不行呀，桃儿，李捕快现正和府尹大人在一起，您要是去了，岂不是自找倒霉？那可怎么办？啊？桃儿，小弟倒有一个法子，不知可行不可行。快讲！
我看过李天顺的案卷，他父母双亡，如今寄宿在他舅舅家。他舅舅是个卖炊饼的，拉扯着老婆和2个女儿，家里穷得很。您何不现在拿着银子去他舅舅家套近乎？有了这层关系，再去找那个李天顺赔罪时，应该就有反转的余地。对呀，还是你小子主意多。小半个时辰后，黄牢头和一名衙役就来到了外城。是这家吗？没错，我已经打听好了，这就是李天顺舅舅家。以后要叫李捕快。说完就向着小院走去，可二人还没到院门口，就听到院里传来一阵女人抱怨声。你个天杀的，好不容易赚了几个铜板，竟都让贼给摸了去，家里的柴盐油都见了底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？娘子不要生气了，是天顺的事让我心神不宁，这才招了贼。都怪你没本事，天顺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，哪成想会出这么大的事，打死我都不信天顺会干出杀人夺财的勾当。但凡你要是有点出息，能看着自己的外甥被冤死吗？他知道娘子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虽然平时对外甥很苛刻，但为了救天顺，还是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了出来。爹娘，我们真的没办法救大哥了吗？哎，咱家的底子你是知道的，你大哥犯的是命案，就算是他有冤情，可没银子我们怎么去疏通？娘亲，咱家怎么没银子了？大锅挣的钱不都被你要走了吗？我那是和他要的伙食费，就你大哥挣的那点钱，根本就干不了什么。谁说干不了什么？大锅的钱能给我买好几块糖吃呢。别说了小虎妞，大哥挣的钱也就够给你买点糖吃。谁说的？大锅还答应以后挣了钱带我吃肉肉呢，整天就想着肉。想起自家男人被偷了钱，于是对着林上强又是一顿狂喷。这时就听见咣当一声，两位官爷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您就是李捕快的舅舅林上强吧？我是京兆府的牢头黄大浪，在家排名老2，您叫我黄老二就行。林上强，这又是啥情况？二位官爷，你们说的小人不太明白，李捕快是谁？李捕快就是您的外甥李天顺呐。什么？李天顺？捕快？林家人都震惊了，人明明已被定了死罪，怎么可能成了捕快？这位官爷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没错没错。黄牢头开始描述起他这辈子见过最离谱的事。什么？自己给自己破了案，还得到了府尹大人的垂青。随着黄牢头的描述，一家人听得更是一愣一愣的。林上祥虽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捕快是什么他还是知道的，那可是吃皇粮的美差。这小子是读过几年私塾，可就冲他平日那股傻了吧唧的实诚劲儿，怎么可能认识当今的府尹大人呢？就在一家人胡思乱想时，眼前发生的一幕更是让他们惊愕不已。就见黄牢头居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。林大哥，林老板，我这次来不但是给你们报个喜讯，还有一事相求，求你和李捕快说说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马呀！使不得。黄牢头接着就把自己打过李天顺的事说了一遍。这绝对是个误会，你也知道这是大牢里的规矩。说着，黄牢头又取出10两碎银，强塞进了林上强的手里。林上强不敢收，怎奈黄牢头声泪俱下一阵恳求，无奈只得收了银子。爹，用这些白花花的东西，是不是就可以买肉肉了？快把妹妹抱走。片刻后，等黄牢头他们千恩万谢出了院里，一家人还都呆立在当地，仿若置身于梦中一般。爹，我要吃肉肉，我要吃肉肉。这钱我们不能动，一切等天顺回来后再说。我先把钱收起来。而京兆府衙门里，狄婵儿边吃着香瓜，边拿着一本文书，开始给李天顺念起了做捕快的规矩。李捕头，您吃您的，还是让我自己看吧。也好，免得耽误我吃瓜。少吃点儿，这玩意账多。就在李大捕快看着书时，忽然听屋外传来了一阵很是耳熟的嗓音：“狄捕头，李捕快在吗？”李天顺微微一皱眉，他已经听出来了，这声音正是那个曾经虐待过自己的黄牢头。属下见过狄捕头。你来干什么？嗨来，下官是来祝贺李捕快不但洗脱了冤情，而且还荣升了捕快的。听到这话，李天顺马上就明白了这货的来意，原来是上赶着巴结自己的。这些该你何事？李捕头，我已经去了您舅舅家，向他报了喜讯，顺便还奉上10两银子作为贺礼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领你的情吗？李捕快你也知道，牢里的规矩就那样，但凡我要是知道一点您的事，给我8个胆子也不敢啊！狄捕头，您替小的说句话吧，我是诚心悔过。看到锦花妹妹做起了粉丝兼吃瓜群众，李天顺心里更有底了。你过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您可别打我呀！您打我一顿也行，只要您能消气。我打你干什么？我说老黄啊，既然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本捕快也不难为你。只是府尹大人送我宅子已经很久没打扫了，屋子也显陈旧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这就带着几个弟兄去，不但保证给您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还要重新粉刷一遍。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您说还有什么吩咐的？本来我是想着把宅子里的家具重新置一套，可是这么一来，我的时间就不够了。您放心，我给您弄全新家具。李天顺哪里天顺，亏你想得出。我这也是给他一个教训。好了，从今往后有本捕头罩着，你就根本不用再理会这种人了。之后李天顺就买了2只肥鸡，打了2斤酒，按照原主的记忆，向着城外的舅舅家走去。舅舅，我回来了。是真的，孩子你可回来了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我已经没事了，黄牢头不是已经来过了吗？在看到舅妈的嘴角一阵抽搐时，李天顺突然升起了一股扬眉吐气的感觉。看我这身官服迷糊吧，看你以后还骂我小兔崽子不？大哥，你没事就好了。大锅他们有钱也不给我买肉肉吃。没事，大哥给你买了蒸肥鸡。
天顺，黄牢头给的银子我们没感动。回来就好。对了，黄牢头送来的10两银子我就替你保管了，正好用来补贴家用。赵如花，你这就是明抢。李天顺想着这个女人虽然苛刻，但想着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关键时候还卖手镯救自己，也就不再作声了。好了好了，都少说2句吧。喝酒？哦不，吃饭要紧。告诉你，有酒也不能多喝，今天只能允许你喝3两，剩下的留着慢慢喝。好了，再炒2个鸡蛋加2个小菜，毕竟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。大家又各自忙去，李天顺又和舅舅闲聊了起来。可没过多久，就听见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狄婵儿风风火火从外面冲了进来。快跟我走，西关出了人命案子。这是啥情况？上班第一天就干活？走。片刻后，李天顺和狄婵儿来到案发地，厅堂里坐着一个50多岁、体态肥胖的男人，正咧着大嘴哭嚎着，而地上躺着2具女尸，一位是个40、50岁的妇人，胸口有一把剪刀；另一个是20多岁的年轻女子，一条粉色的裙带悬在上方的梁上。这个男人有个奇怪的癖好，对身边活蹦乱跳的美女不闻不问，而看见女尸就2眼放光，甚至还对其动手动脚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看看。狄捕头，为了保护现场，还请让他们都出去，只留下一个衙役介绍情况即可。都出去，你留下。说说情况，以及死者是怎么被发现的。年纪大的叫杨桂花，在城外有2田白顷，在城里还经营着2家酒楼。其夫张强是20年前倒插门进的杨家，之后张强就继承了家业，成了张员外。杨桂花为张强的正妻，却不能生养，所以在2年前，张员外又娶了一房小妾，叫做石秀萍，还刚给她生了一个儿子。年轻的死者名叫小丽，是杨桂花的贴身丫鬟。这个杨桂花2年前又突然得了疫病，一直疯疯癫癫的，动不动就打骂仆人，而这个小丽就经常被她殴打。经过问询仆人和现场情况，初步判定是昨天夜里杨桂花对小丽再次打骂时，被小丽反抗用剪刀刺死。小丽深感罪责难逃，所以上吊自尽了。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打斗时有人听到声响了吗？尸体是一大早叫杨桂花吃饭的丫鬟发现的，因这座阁楼离着内宅较远，所以府上的人都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。当时张员外在哪？在他小妾房里，因为杨桂花的病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同房住了。狄婵儿走进窗户，没有发现推拉的痕迹和脚印什么的，想了想，对着衙役又问：那昨天夜里还有没有其他人来过此地？属下已经问过了府里的人，这座阁楼到了掌灯时就不让外人进了。昨天夜里并无其他人来此。那昨夜张府有没有客人？没有。那就基本可以定案了，就是杨桂花发病时虐待小丽，小丽受不了折磨，杀了她后自杀的。我去，你个小糊涂虫，这就定案了？这位大哥，你现在就出去把狄捕头刚才的话说一遍，不过你要暗中观察府中所有人的反应，我和狄捕头还有些事要商量。啊，是。啥意思？狄捕头，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哦，是吗？毫无疑问，死者的致命伤是刺入心脏的这把剪刀所致，不过这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讯息。你看，根据剪刀在死者胸口的深度以及刺入的位置看，它应该是从2根肋骨中间硬生生挤进去的。那个丫鬟小丽长得柔柔弱弱，怕是没这么大的力气，所以凶手应该另有其人。那可不一定，别小瞧人在情急之下的力气，女人也不例外。证据不止这些，这姑娘也不是上吊死的，舌头都吐出这么老长，还不是上吊死的？谁说上吊的就只有吐舌头这一条？上吊的人下肢皮肤会由于缺氧出现小的出血点，可刚才我看了，她的腿上没有出血点。缺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上不来气的意思。还有，如果是上吊的人，身体会因为痛苦而强烈摆动，勒痕应该较乱，但他的脖颈上却只有一道整齐的勒痕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这是一起另有凶手的谋杀案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杀了杨桂花和小丽，然后再把杨桂花的死嫁祸给了小丽？虽然笨了些，但也不是朽木不可雕。狄捕头果然冰雪聪明，难怪赵叔说你是个破案高手。那你看谁是凶手？现在虽然还不能下定论，但凶手应该就是这府中之人。那就把他们都抓起来挨个审问，实在不行就用刑。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，如果狄捕头信得过我，我就信得过，下面的事就由你来办。狄婵儿此时已经完全进入了小迷妹状态，就想知道谁是凶手。而李天顺又把那名衙役叫了上来。怎么样，众人的反应如何？府中仆人们的反应都很震惊，哭得最凶的是张员外和他的那个小妾。狄捕头，可否先将张员外家的管家叫上来，有些事要问他。管家还不照李捕快的话去办。片刻后，一个60多岁的老者被衙役带了上来。这是张府的管家，叫杨宝华，是杨桂花本家的远房亲戚。李天顺随即与他攀谈了一阵，但只问了这个管家账目上的事，并没有问关于案子的内容。狄婵儿就纳闷了，可他却又发现李天顺的表情是越来越轻松。把管家送下去，现在把张员外和他的小妾请上来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在几名衙役的带领下走进2个人。这一看就是老牛啃嫩草，差了至少30岁。古代男人只要有钱，媳妇儿很可能还是个小蝌蚪，不过最后10有8九都是头上郁郁葱葱。张强、石秀萍说：“你们是如何杀了杨桂花和小丽的？”这个新来的小捕快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哪有这样断案的？再说断案也不是你的事呀。这位捕快何出此言？我怎么会杀了我的发妻？何况据我所知，捕快的职责是办案拿人，断案是堂上老爷的事。不知这位捕快如何审起了我这个苦主？李捕头，可否请你和李捕快借一步说话？
安慰，这个张员外说的不假，我们做捕快是轻易不能断案的。如果是平头老百姓还好，可这位张员外财大势大，我认为还是把他们带到府尹衙门为好。警察，不，捕快真不能审案吗？按大齐律法，我们只负责拿人，审案和定罪是要交给堂上的。怪不得古代的冤假错案那么多，原来只需要摆平堂上的官就行了。不如把他们带回去。不妥，此时正是他们心理防线最容易被击溃的时候，我担心拖下去会夜长梦多。你有几成把握是他们干的？现在有3成，不过让我继续问下去，把握还会更高些。足够了，本捕头支持你，就在这里审。3成把握你就敢赌？小娘们儿还挺有魄力的。大不了这官咱们都不干了，我让爹爹在大理寺再给我们弄个更好的差事。见狄大千金都这么说了，那名衙役也不好再说什么。3人又回到案发现场。张强，你休要强词夺理，今天本捕快就是要问案，你要从实招来，否则小心棍棒伺候。这位捕快有什么就问，不过要是吓坏了我的家人，一切后果你要自负。昨天夜里你在何处？在那人的房里。可有人证？2口子睡觉还要人证吗？那伺候你们的贴身丫鬟呢？昨日我们夫妻亲热，我让她去外面住了。继续装，让你装今天那老爷，一个小小的捕快还想审案，看你小子怎么办。这个张强越是不避讳说昨夜和石秀兰同房的事，就越说明他心里有鬼。哪有一个爱老婆的人在外人面前想都不想就说这些的？除非他想掩饰什么。石秀萍，我希望你老实交代，说出你丈夫杀妻的真相。这位官差说的是什么话？我家老爷岂能做出这种事？你们带着张强都退到楼下，留下石秀萍，我们要单独审问。秀萍不要怕，我就在下面，谅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你不要紧张，我们不谈案子，只是随便聊聊。平日里夫人对你怎么样？夫人对我很好。不对吧？我看夫人应该对你好不到哪去。夫人对我好不好，官差只管问下人便是。我谁都不用问，因为这里的原因有3。第一，你年轻貌美，又给张强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无儿无女的夫人怎会不嫉妒？第二，你家境贫寒，夫人的性子又高傲自负，自然对你看不顺眼。你是不是也经常受到夫人的欺负？是不是经常忍气吞声？第三，那就是张强虽然是府上的员外，但府上的财产却其实都在夫人名下。夫人要想将你们母子扫地出门，甚至把张强撵走，都是一句话的事，对不对？而且最近夫人要有将田产交给自己远房亲戚打理的打算，对不对？石秀萍很蒙圈，想不明白对方怎么会知道这么多。一旁的狄婵儿这时才明白过来，刚才李天顺为什么把管家叫来问账的原因。为了避免出现第3和第4种情况，所以在昨天夜里，张强先是用剪刀杀了夫人，然后勒死了小丽，做出了夫人发疫病打骂小丽，小丽不堪忍受，杀了夫人后自杀的假象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夫人就是被小丽杀害，小丽在上吊自尽的。你别激动嘛，且不说夫人是怎么死的，咱们就说小丽的脖子上只有1道勒痕，明显就是死后被后挂上去的，这就是你们最大的失误。果然，这番话下来让石秀萍神情紧张了起来。李天顺知道对方的心理防线正在开始松动，但这还不够，他还有2剂杀手锏没用。你把我的孩子带来干什么？趁着现在只有我们几人，如果你不想连累到孩子，我还是希望你把事实说出来，不然到了大堂上，恐怕就没有我们这么好说话了。看见没有，这位就是大理寺4卿狄大人的千金，如果你主动招供，我们自会酌情法外施恩。不错，我叫狄婵儿，父亲乃当今大理寺4卿，只要你据实招供，我们自会酌情处置。这就是李天顺的2个杀手锏，既用孩子的未来做要挟，还有和狄婵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，也是一种现代审案手段，用了心理学中的缓解交代法。不，请不要连累我的孩子，这件事我也是昨天夜里才知道的。石秀萍最后的防线彻底崩溃，说出了实情。正如李天顺所料，张强娶了石秀萍为妾，并生下一个男娃后，萌生要将张强和石秀萍母子赶出门的念头。不过与李天顺推测有出入的是，昨天夜里是忍无可忍的张强动手，事后才告诉了石秀萍。石秀萍为了帮老公脱罪，这才与张强串的供。秀萍，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这位官差，如果你要是吓到了我的妻小，我一定会告到府尹大人那里。老爷，我已经都招了。办什么？2位官差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求求你们不要牵连我的妻儿，孩子现在还不足周岁，如果我们都服了法，那孩子以后可怎么办？你还挺懂法，既然你知道按大齐律法，谋杀正妻是要被斩首示众，包庇也要连坐，就不该把这件事告诉石秀萍，这样反而害了她。这位官差老爷，我求求你，只要能放过我的妻儿，你要多少金银我都给你。这位官奶奶，您刚才不是也答应能法外施恩，网开一面吗？天顺，你看看能不能想办法保住石秀萍。我去，都改成这么亲切的称呼了。像石秀萍这种有悔罪表现，加上孩子还处于哺乳期，应该适用于缓刑，不应该出现被连坐砍头的情况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让外人听到岂不更麻烦？既如此，那你就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全当石秀萍是不知情，这样才能保他们母子。这位官爷，既如此，您何不直接把小的也放了？我愿意拿出1大半家财给您。大胆，张强啊张强，我是看在他们母子的份上才做出此决定，毕竟杨桂花和小丽是你杀的，如果你还想得寸进尺，那本捕快可就要秉公执法了。小人知罪了，还请官差息怒。秀萍，
这位官爷说的不错，我应该伏法。我走以后，你把家中大半财产都给这2位官差，好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大恩大德。不必，如果我们想贪图你的财产，那你们就未免太小瞧我们了。我们这么做只是法外施恩而已。说完这些，李天顺就把楼下的衙役都叫了上来。这2个后门货一定没审出个所以然，等着看笑话吧，哈哈。准备笔墨记录，案犯张强已经招供了。招什么供？让你写你就写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哎，好了，你们写完把人犯带回府尹衙门，我和李捕快回去向府尹大人交差。谢谢你帮了石秀萍母子。狄大小姐的命令下官岂敢不从？那还不赶快请我吃馅饼？没问题，等我搬了新家辽锅底时，一定让你吃个够。哈哈。片刻后，京兆府大堂里，王府尹看到供词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李天顺当差第1天就破了这么大一个人命案子。李捕头、天顺，本官要记你们一功，果然好本事。那是自然。这是大人用人有方，不然我等也做不出这样的成绩。从今天起，全府尹衙门通报嘉奖，放3天假，同时还给你们每个月的俸银子各上涨1两。对，涨了1两俸银，狄茬儿根本就不在乎。不过被记大功可是见脸上有光的事。嘻嘻，一定要在爹爹面前显摆一番，看他还老怀疑自己的能力不？辞别了王府尹，李天顺开始享受起3天假期。涨了工资的李捕快先去买了套衣服，在衣店里就换上了。之后又给舅妈和2个妹妹各买了一块上好的丝绸。买好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宅院，看看黄老头把宅院弄得怎么样了。恭喜李捕快，贺喜李捕快！一大早的功夫就破了这么大的案子。案子？什么案子？就是张员外杀妻案呀！你怎么知道的？您和狄捕头被府尹大人记了大功，这件事早就传遍了整个府尹衙门，小的怎敢不知？原来是这样，果然这种事在体制内传的就是快。李捕快，您看看这房子收拾的怎么样？要是有哪些地方觉得不满意，我立刻就改。不错不错，像换了一个新的一样。这是40两银票，拿着吧，加上铺瓦和其他的花销，应该够。您这是干什么？小的干这些完全是出于赔罪。您要是这样，我就……黄老头，其实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，牢里的规矩我也懂，让你这么做就是想给你个教训，只希望你以后在弄清事实之前，不要再无故虐待那些囚犯就好。李捕快才是真正的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从今以后我黄大浪就是你的老弟了，有事您尽可言语。行，虽然我比你小，但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。见已经到了晌午，黄大浪坚决要请李天顺喝顿赔罪酒，于是就去了临街的一座酒楼。大哥，今天怡红院我请客，您随便玩，只要开心就好。黄大哥，怡红院档次太低了，您请大哥怎么也得去教坊寺呀，那里的娘们儿听说才叫漂亮呢。不错不错，我听说那里可都是犯官的家属，不但气质好，涵养好，而且个个还生的细皮嫩肉，嫩的碰一下就出水了，呵呵。对，黄大哥，您要请就请大哥和赵媛媛玩。赵媛媛是谁？赵媛媛是教坊司的花魁，大哥要是感兴趣，咱们现在就去。多少钱一晚？50两银子。这他妈是镶金边儿吗？50两银子大概相当于自己上辈子的10万元巨款，脑子有病才会花这么多钱去睡什么花魁？我对这种货色不感兴趣，咱们还是喝酒喝酒。别介大哥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您可别跟我客气。你这是在拉拢腐蚀朝廷干部，我没跟你客气，就是对这种货色不感兴趣。来，喝喝。半个时辰后，李天顺拿着丝绸就去了舅舅家。大锅，你吃肉夹馍吗？哪来的？娘亲新做的。好，谢谢小虎妞。原来是天顺啊，这身衣服真好看。舅舅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好得很，上次你教我把炊饼改成肉夹馍，生意一下就好多了。那就好。败家孩子，穿公家发的捕快服多好，还买什么新衣？有了钱就知道瞎花。这娘们儿怎么腰里揣副牌，带谁跟谁来？你看你，孩子现在都是官人了，买身衣服算什么？还不都进来吃饭？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多吃点，这是你舅妈特意给你做的。喝酒都堵不上你的嘴，哪来那么多话？谢谢舅妈。谢什么谢？这顿饭是给大家做的。吃过饭后，李天顺从身后取来购买的丝绸，立刻成功吸引了全家人的注意。赵如花娇躯微微一震，她知道这种花色的面料是给女人用的，而自己又是一家之主。算你小子还有良心，没忘了我养你这么多年。大妹，这是给你的。给我的。林芙蓉惊呆了，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李天顺估计要是没有舅舅和舅妈在，这位漂亮妹子一定会给自己来个大大的拥抱。虎妞儿，这是哥哥给你过年时做新衣服用的。谢谢大锅。奇耻大辱，奇耻大辱啊！林上强，看看你外甥都干了些什么。你别急啊，天顺肯定也给你买了。买什么买？包袱都空了。舅舅、舅妈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这小子的坏劲随谁呢？臭小子，你倒是爽了，舅舅可要遭罪了。娘子，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平日里要不是对天顺老吹胡子瞪眼的，至于这样吗？你才有胡子呢，那个没良心的小兔崽子！我的脾气他也不是不知道，还这样气我。你说我瞎花钱了吗？除了家里必须的花销，我不都给他攒着呢吗？那你也不能给天顺只留1两银子呀，他现在是官人，要应酬的。我还不是怕他乱花钱，好给他攒个娶媳妇本。哐，做了捕快就了不起了，明天我就把银子都给他，恩断义绝。如花，天顺不是你想的那样。
别说了，你和你外甥一样，没有一个有良心的。看这是什么？你们两个的性子都倔，都谁也不服谁。其实天顺早就给你买好了。算这小兔崽子还有点良心。天顺何止是有点良心，府尹大人把城里的宅子赏了他，让我们过些日子就搬过去一起住呢。这还不算，天顺说还要带我在城里租间铺子，这样就不用天天挑着担子卖肉夹馍了。你把火盆给他端过去，他那间屋子是北屋，冷。天顺的屋子里有火盆，再说了，没有火盆我们怎么睡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，多盖床被子不就得了吗？哎。与此同时，内城大理寺内，狄婵儿正和老爹聊着刚破获的案子。婵儿，这个李天顺真有这般本事？爹，什么叫李天顺真有这本事？女儿在这里也起了很重要作用。如今整个京兆府上上下下，没有不知道你女儿断案如神的。对，我女儿现在也厉害了。五品，你对那个李天顺怎么看？回大人，此人不仅是个办案奇才，而且还能琢磨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大人，您还记得前2日我拿给您看的那个老鼠夹吗？记得，我让你把那他送给户部侍郎蔡大人，让他放到粮仓里试试，效果如何？差役用这10几个老鼠夹就抓到了上百只老鼠，要不是他们后半夜更乏，估计抓的比这还要多。没想到此物会有此奇效。婵儿，过2日你把这个李天顺带来，为父想见他。没问题。启禀大人，宫里来人了，要见您。什么？宫里来人？这个时候？高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狄大人，出了大事了！御史大夫许大为无缘无故跳塔自杀，皇上和娘娘特让老奴过来。高公公里面请，进去详谈。而另一边，李天顺答应过小虎妞带他们进城逛街吃饭，于是就带着舅妈和2个妹妹来到了京城有名的一家饭店。我说天顺，咱们还是在街上随便吃点吧，这地方的多贵呀，省下银子干点什么不好？娘亲，你这是让大锅说话不算数。大妹，怎么不吃？这些菜做的太精致了，我在欣赏。大锅，我想吃山楂糕。有这么多好吃的，还要什么山楂糕？等着，大哥给你买去。大锅和我第一好。片刻后，李天顺买了块足有1斤重的山楂糕往回走。刚进酒楼，远远就看到3、4个人正围着舅妈和妹妹肆意调笑。这个小娘子还真嫩，来，让哥哥带你爽一下。女人第一次进城吃饭，就遇到一件离谱的事情，看似衣冠楚楚的公子哥，却对她做出一些奇怪的行为。这个小娘子还真嫩，来，让哥哥陪你玩一下。你敢！李天顺怒吼一声，将手中的山楂糕向着对方奋力抛出，拔出靴子里的冷月宝刀就冲了过去，把这小子给我弄死！我是京兆府衙门的捕快，请你不要嚣张。京兆府的捕快？正是。那就别弄死了，把他的腿给我弄折了。我靠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自己捕快的身份一亮，只是把弄死改成了腿打折，你他娘也太嚣张了！看到3个恶仆围了过来，李天顺心想要保护家人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擒贼先擒王。我去你的！啊，我的手！谁敢过来，我就抹了他！不要过来！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我他妈管你爹是谁！当街调戏民女，暗大骑掠，哪一样都够你喝一壶的！快去找我爹！2个恶仆夺门而出，撒丫子就向外跑。天顺，快走啊！不能留在这了，赶紧走啊！李天顺眉头一皱，他已经预感到这个公子哥的背景不简单。如果对方的人到了，自己还真弄不过他们。如今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来个善人先告状，把这货直接押到京兆府。至于舅妈他们也一起带上，一来可以护住家人，二来王府尹好歹也是个4品大员，估计能压得住他。跟我走！小子，你以为到了京兆府就是你的天下吗？酒楼离着京兆府并不是很远，很快就到了衙门口。黄大浪也看到李天顺，忙迎上去迎接。李捕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天顺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大概说了一遍。众衙役听后脸色都是一僵。劳烦这位大哥，替我禀告一下府尹大人，我要当堂状告此人。随后几人就来到堂上，王府尹刚才已经收到了消息，一副准备要替李天顺主持公道的样子。可在看到公子哥身上价值不菲的衣物时，不由也是一愣。下站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本公子姓骆，名玉虎，家父乃当今吏部侍郎骆宗。此言一出，堂上所有人都是一惊。我靠，想到了这货是个官二代，但没想到是个大官二代。吏部侍郎是朝廷3品大员，比王府尹还高一级。李天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路，可如果自己跑了，舅妈大妹和小虎妞怎么办？舅舅又怎么办？老黄，狄捕头在府衙吗？不在，他还在休假。麻烦你速去趟大理寺，找到狄捕头告诉他，我遇到麻烦了，速来相救。大哥，你这是？快去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跑！哎呀，原来是骆公子，失敬，敢问令尊可好？哼，家父很好，此人当街伤我仆从，还要杀我，王大人还不把他拿下？我想这一定是个误会。李天顺，还不快过来给骆公子赔个错？李天顺知道这是王府尹在暗中帮自己，眉头一皱，走了过去。小子，少他妈跟你爷爷来这套！刚才的猖狂劲哪去了？正在这时，堂外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几名身穿皮甲的武士走了进来。胡哥，你来了，我爹。府尹大人，骆大人已经知道了此事，
非常震怒，责令我要将人犯带回吏部亲自审问。这位先生是？我只是洛府的管家，谈不上什么先生，还请王大人照办。洛府的管家，难怪这么嚣张。这位吴管家，李天顺是在府尹衙门告的状，就算断案也应在这里庭审，何来去吏部这一说？李天顺感激地看了眼王府尹，他知道这时候分清谁对谁错并不重要，只要自己不被带走，就有回旋的余地。府尹大人真是官儿当得越大，事情忘得越多。李天顺本就是你京兆府的捕快，按照我大齐律，为避免出现营私舞弊的情形，你府尹衙门是无权审理的。这大堂上被人如此威胁还是第一次，这么轻易让他们把人带走，以后老子在京兆府还怎么混？这位吴管家，既然你讲到了规矩，那本官也和你讲讲规矩。就算是京兆府要避嫌，本官也要将李天顺送到刑部受审，不能让你们把他带到吏部。送到刑部吗？嘿，那就不劳府尹大人费心了。刑部的事我们已经替您办了。替我办了。紧接着就走进一群身穿刑部官服、腰间佩刀的人，为首的竟是一名与王府尹同级、身穿四品官服的官吏。请问是王大人吧？正是，请问您是？刑部主事周杰，我们接到吏部骆大人的通报，说王大人府上有一捕快当街行凶，特来抓他归案。看着手里刑部的文书，王府尹的眉头越皱越紧。骆公子，请问人犯在哪？那里，他的靴子里有刀，那就是凶器。收好，带走。李天顺的心更是一凉，冷月宝刀被搜走，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你们不能锁他，我外甥没有犯法，你们不能抓我大哥。放了我大锅，快放了我大锅！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是人犯的家人，一起拿了吧。谁敢？按我大齐律法，就算是我犯了杀人罪，也不可殃及家属。你们就不怕我告你们吗？几个刑部差官只把李天顺的话当放屁，依然走向赵如花他们。站住！李天顺说的不错，他好歹也是我京兆府的捕快，尔等不得随便抓他的家属。你既如此，我就给王大人一个面子，告辞。李天顺啊，李天顺，我也只能帮你到这了。吴哥，你刚才拉我干什么？公子小点声，我知道您的心思。放心，那两个女人早晚都是您的。等我玩完了，就把她们卖到窑子里，还能赚个好价钱。没问题，我要弄死她。放心吧，公子，我保证让她死在刑部大牢里。京兆府内，看着李天顺被抓走的背影，赵如花、林芙蓉和小虎妞早就哭成了一片。刚想让衙役把他们带走，就见一位身穿儒服的男子风风火火跑了进来，正是翰林院在此编修的张志伟。府尹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被带走的可是天顺兄。王府尹把事情大概言说了一遍，同时还介绍了一下赵如花他们和李天顺的关系。什么？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去找他们？不行，且不说对方是吏部侍郎的公子，单就他们手中有刑部的文书，你一个普通文官去了也没用，除非你以翰林院的名义介入。对呀，我这就去找老师。舅妈，你放心，天顺兄是我的知己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。王大人，天顺兄的家人就托付给您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他们暂时留在府里保护起来。张志伟对着王府尹拱拱手，快步走出了大堂。请问大人，他是谁？真有本事救得了天顺吗？怎么，天顺没和你说过此人？他叫张志伟，是当今的翰林院大学士聂大人的高徒，天顺的好友。赵如花此时对自己这个外甥是越来越不认识了。娘亲，爹爹回家不见我们会着急的。没事，本官这就派人把他也接来。与此同时，大理寺衙门外，黄大浪骑着一头借来的毛驴来到了大理寺前，感觉有点干岔。这里是专门办理大案要案，甚至是办理皇家钦定案件的地方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回禀君言，我是京兆府的老头儿，您叫黄大浪，有急事求见狄察狄小姐。狄小姐是谁？想见都能见的。什么急事？李天顺有难，急需狄小姐相助。李天顺又是谁？他是我大哥。哦，对了，也是狄捕头的手下。小姐今早就出门了，此地闲杂人等不得停留。等小姐回来后，我们自然会转告她。请问狄小姐去哪了？我哪知道小姐的行踪？救人如救火，可狄小姐不在大理寺，自己又找不到她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大哥啊，大哥，我也只能帮你到这了。关键是我在这个地方待着，心里发虚啊，那就有劳君言了。好巧不巧，他们刚才的话刚好被从里面出来的一个人听到。此人正是赵武平。一听李天顺有难，赵武平忙把黄大浪叫住，问明情况后脸色就是一变。你速去中街找小姐，告诉她马上回来。赵大人，中间那么大，您让我到哪去找？去小吃摊和酒楼一定能找到，多带几个人去。遵命。而另一边，张志伟也赶到了翰林院里。你老师被长公主召进宫讲学去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回禀岳大人，是李天顺出事了。出了什么事？张志伟就将王府尹说的话又讲了一遍。什么？吏部侍郎的公子当街调戏民女，还动用刑部擅自拿人，这还了得？来人，备车，走，随老夫一起去趟刑部衙门。张志伟大喜，不过他也知道岳华峰如此积极，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天顺兄收入麾下。如果这件事被老师知道，一定会怪自己的。想到这，张志伟悄悄写了一张便条交给仆人，就跟着去。